嚯，小伙伴们，早晨一出来吓我一跳，趴着一个毛绒熊，看这怎么出现在这儿的？哎，大家伙早喽！12月29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要放假了，是不是？我都哆嗦，已经搜好星了。今天我们的课表是先热身，然后3个10分钟，跑在差不多阈值配速这个范围就好。冬训开始了，我的冬训真的开始了，因为没有比赛了，但是下一场比赛还有不到1个月，1月好像是25号，1月25号的大阪半马，所以我差不多，我的计划是这一周吧，或者这10天做一些积累，把跑量找回来一些。这3周的3场比赛，这个月跑量又特少，可能这月也许到不了400，这不太对。然后再拉速度，幸亏未来这场比赛是个半马比赛，所以还好，就跑量的影响不会那么大。再拉几天速度。这次还有好朋友来专门参加同一天的大阪女子国际马拉松，那是个精英赛，就是限制成绩、限制人数了。那准备出发，到了大阪城，差不多不到3公里的热身，也可能一会儿能到，我们就3公里表一响，我们就开始。像这种跑的热身，就是怎么说，就热完之后就不停，直接继续。如果你今天的课表是全力以赴的间歇跑，那就停。3公里了，上公里5分13，那我们就开始第一个10分钟，走。这一组就这3个10公里的配速要求是跑进3分37，但是第一个会起的稍微慢一点点。像这种无论是变速跑还是就是它只要不是间歇跑，热身跟起跑之间都可以不用停，尤其是冬天。但是今天比方说我是要跑12个400或者多少个1公里，那热身完以后停一下休整，喝点水，把衣服脱了，有点慢。那冬天就是打不开。差不多跑进了目标配速，加油加油！稍微快一点就热起来了，可以。第一组跑完了，现在马上第2组走。中间间隔2分钟慢跑，好快啊！第一个10分钟整体的平均配速比计划的还慢了1秒，感觉挺使劲了。把外衣脱了，来吧，第2组加油！第2个10分钟跑得快，还有40多秒，最后一个。第2个10分钟平均配速基本都在3分34以内，差不多将近3公里。什么时候10分钟跑3公里就好了？差不多就是3分20。其实全力以赴可以，对，我全力以赴可以。我的3000米是9分多 PB，9分50多。还到，自然。
还有7秒，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走。那训练和准备过的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等等，往里走，才有一点点亮光，刚才都太黑了，谁都看不清。还到327。3分30，心率好高啊！还有2分半，最后半分钟。327，可以。还有就是这种训练结束能够不停下来就不停下来。虽然猛的听起来特舒服，但是就是这样慢跑，慢慢的你多慢都可以，甚至走都可以。不是对身体不好，是找这种连续跑步的感觉。但是今天这个课要比我想象的难，因为正常来对我来说，我一看3分37，其实就是一个马拉松配速。然后北马前几公里经常就是3分37、3分38。但是为什么今天训练会难呢？或者训练跟比赛为什么不一样？亦或是说这种不期而遇的训练，自己安排的训练，其实和那种合练也不一样。因为合练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有一些就是兴奋感和使命感。兴奋感就是大家在一起，然后要追逐一下；使命感就是我还是希望能在集体中表现的是那种积极的、勇敢的，并且不能说努力的，而是说尽力的状态。有的时候表现你跑的没跑好，可能你的尽力只有自己知道。就是一个人的发光或者发热是可以影响周围的人的，不需要说出来就可以。所以在集体训练的时候，我会有多一层的准备和状态。自己练的时候呢，这一方面就会差一点，而且也不会有特别的准备。另外，为什么今天选择这个训练，是因为这个月或者说冬训的开始，我想用一堂强度课或者半强度课开始，不能太强，就不能跑10几个400，
或者多少个1分钟快慢，也不能太弱，就是不能跑一个，比方说10几公里的有氧或者节奏，这样我觉得就特别合适。虽然前天刚刚参完赛，但是昨天我休息了。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节奏，或者说它是一种你要判断你的负荷，不能全跑量看。就整体的负荷，比方我这一周我的负荷是假设是500，那有可能这一周你只跑了70公里，也有可能这一周你跑了100公里，不一样。既然我今天不喜欢用长距离去凑负荷，同时呢想给冬训开一个有强度的头，那不如就这样。而且这样跑其实也不短的，到现在为止已经跑了马上13公里了。我这样到前面一个折返回来，再回家又是一个半马。这就是自己给自己调整。这个月应该是我感觉勉强可能400出头吧，我估计，因为今天多少号？今天29号，所以就加油干吧。大和先生已经去放假旅游了。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训练。还有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跑这个配速会觉得比较难，甚至心率也比较高。其实核心原因是我的分析啊，就不是纯科学的，就是人呀，你这个叫兴奋劲儿或者你的动力是有限的，就是比如每段时间你只能获得这么多的这个兴奋力，就好像我们玩赛车游戏那个氮气加速似的，你不能永远都加速，得让它回那个能量，对不对？我这一个月能量，这一个月是我能量爆发的一个月，这一个月算上那天的接力赛，4场比赛不少了，对吧？高百第一周，然后富士山马拉松第2周，台北马拉松第3周，然后那个接力赛第4周，4周4场。接力赛也有将近5公里了，4.96，最后是。说上周比赛日的节目先不发，但是最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次参赛的感想。其实昨天的会员节目就是这个事儿，就是我和那天不是咱们发了一期普通的节目，和小麦一起分享了一下训练嘛。这次是我自己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比赛前和比赛中的饮食还有补给，就是用这一次比赛特别直观、特别有说服力的一个实例，和加上我的观点和不成熟的一些看法，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。今天我跑的这堂课也是我们训练营第1期小伙伴们上2周跑过的课，应该都跟我差不多是一个感觉。强度课这个事情是这样，就是我自己的体感，水平越高的选手跑强度课的时候，就这种课我的速度和我的马拉松配速之间的差距就越小，不是因为我的强度课配速慢，而是因为我的马拉松配速快。我马拉松刚刚只能破4的时候，很勉强破4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的训练配速已经可以是，就常规跑还不是强度课，就已经可以是5分出一点头了。但是呢，我不能做到5分40秒的配速跑42公里，这有多方面能力的原因。大部分跑者都是短距离的速度先提升的比较快，然后之后到长距离不行，基本就是阈值能力和肌肉的速度耐力，还有肌肉的耐力的能力，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所以对于水平越高的选手，跑强度课的难度就越大。但是有人说不是啊，我没有啊。那就投资开来。
那是因为可能你还没有找到你那个强度课的强度。就像我这次跟小麦见面聊天，他就跟我讲，他强度课就跑3分30多，就间歇跑，全力以赴那种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可能会有点慢，因为他马拉松配速，如果客观的说，同样的条件、同样的状态，他应该比我快了。那你想，他3分38或者3分40的配速跑全马，强度课只跑3分30多，就间歇跑，那确实是有些慢，对吧？咱们讲道理的说，这就是这么回事。那应该怎么跑呢？基本上你看我到了间歇课的时候，要跑1公里的间歇的话，差不多肯定是要跑到3分20以内。然后最后一个呢，天气好、状态好的时候，最快的时候能跑到3分，最慢的时候应该也在3分12到3分13这个样子。然后我的马拉松配速是3分45，这个差不多半分钟。但是我现在就回忆以前的我，你看那时候马拉松刚破4的时候，我也学人家去跑间歇，现在看起来其实意义不大。但是那个时候我的1公里的间歇可以跑4分20，那可是比马拉松配速快1分多钟啊！所以就可见，不是说那时候跑间歇完全没用，那时候跑间歇是可以让你的速度能力更快的提升一些，但是对马拉松的帮助不大，因为你的肌肉耐力、速度耐力不够。所以呢，或者咱们再举个极端例子就能够说清楚，就让你跑100米，其实你说大家可能你跑13秒、跑14秒、15秒、16秒、17秒，了不起了18秒，一般成年男性都能20秒以内吧，都不慢，都感觉跟冲刺一样。但是咱们换成400米试试，很多人冲出去到后半圈没准走路了，没准崩了，是一个道理。所以对初跑者来说，多跑阈值区间的训练，你可能会觉得，哎，我这阈值好慢呀。但是也多跑这个区间的训练，多拉长。比方说，像以前我跑阈值，我可以一口气跑16公里，但现在我不行了，因为现在我的阈值配速太快了，跑16公里强度太大。或者说，对我来说，跑我的 LT2 的配速，跑6公里，现在整体的负荷假设是100，那我马拉松破4的时候跑我的阈值配速，跑 LT2 跑6公里，我的负荷可能比100小。它就这么回事儿。你现在已经把身体已经，就是它不是一个直线，斜率是1那样上升的，这么回事儿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闲聊这么多，冷热身，回家凑个距离。结束运动，先录个感受啊。今天用3个10分钟开启了已经这么晚才开始的冬训。1个月的比赛下来，身体状态有些欠佳，但是找回了一些感觉，很不错，加油！啊，这个熊还在这儿呢，你们看，昨天还没有呢，好大个儿啊，比我个儿都高，估计，哈哈哈。哎呀，12月29号了，新的一周，今天还要开会，还要和训练营的成员们语音沟通。今天一共一个半马21.1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28，1小时34，但是平均配速今天没意义，今天是3个10分钟，对吧？找个地儿吸上，咱们看看今天的3个10分钟跑得怎么样。单圈数据。第一个10分钟跑了2.77公里，不长啊。就我今天才发现，我的3000米场地赛都跑进10分钟了，9分50多。我要全力以赴的话，而且3000米还挺热的时候，全力以赴应该还能更快。第一个10分钟3分37，那再平均配速再要求内，我的要求最低是3分37。第二个10分钟稍微快了一些，跑了2.85公里，3分31。第3个10分钟又快了一些，跑了2.9公里，3分27。差不多就接近3公里的样子吧，
这个课表还会在训练营里跟大家出，大家不是训练营的小伙伴也可以看到。中间就是慢跑2分钟，热身、冷身多长都无所谓。这个10分钟跑在你的乳酸阈区间里就好了。但是大部分人应该跑不进自己的 LT2。如果这3个10分钟都跑进自己的 LT2，那强度不低。春天、秋天可以试一试，或者赛季之前，就是现在正是最棒的时候，可以试一试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种训练的，就我的关于负荷呀、训练呀、状态呀一些的怎么说不成熟的经验，只能说是经验，没有什么科学。还有那个就这个人本身有的这股劲儿，其实一段时间内有多少劲儿是固定的。调整一下，1月份的时候要先压下来，顶上去，再压下来。月底的大碗半马，看看能不能跑一个还不错的成绩，好吗？那就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